你知道吗？此刻你胸腔里跳动的每一个原子，都已经在宇宙里漂泊了将近100亿年。它们不是地球的产物，不是海洋的产物，甚至不是太阳系的产物。它们诞生于更古老的恒星，在那颗星死去的瞬间被炸向宇宙四方，在黑暗里漂流了难以计算的岁月，最终落在一颗叫做地球的小石头上，拼凑出了你。今晚我们要一起沿着这条路往回走，走得比你以为的要远得多，一直走到生命还不存在的地方，走到一切刚刚开始的那个瞬间。试着想象这样一颗星球吧，它的表面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没有一棵草，没有一只虫，没有一个细菌，甚至连一个病毒都没有。放眼望去，只有裸露的暗色岩石，浑浊的像铁锈水一样的海洋，还有厚的像墙一样压下来的有毒大气。没有氧气，没有臭氧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任何东西，甚至连一片安静的浅滩都很难找到，因为整颗星球都在剧烈的颤抖、喷发、碎裂、重组。这不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世界，这就是40亿年前真实的地球，就是你此刻坐着、躺着、呼吸着的这颗星球。在它的童年时期，是这副如同地狱一般的面貌，而就在这片死寂里，在泥泞的海床上，在被闪电劈开的浑浊水面下，某件足以改写整部宇宙历史的事情悄然发生了。在我们走进那个瞬间之前，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得更远一点，不是回到人类文明的起点，不是回到恐龙横行的年代，甚至不是回到第一条鱼爬上陆地的那个下午。我们要走得比这远得多，不是1万年前，不是1亿年前，而是43亿年前。那时的地球才刚刚诞生没多久，从一场几乎把它彻底摧毁的碰撞里幸存下来，浑身还带着那场碰撞留下的伤。那场碰撞，我们今天管它叫忒伊亚撞击。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的天体，以毁灭性的角度撞上了刚刚成型的原始地球，两个天体彻底融化在一起，大量气化的岩石被甩向太空，在地球轨道上形成了一圈壮观的碎石云，然后慢慢凝聚，变成了你今晚也许能从窗户看到的月亮。那时的月亮距离地球只有今天的1/10，它的引力带起的潮汐能把海水冲上陆地数百公里深，把早期海洋翻搅成一锅永不停歇的浓稠化学汤。如果你能穿越回那时候，站在地球表面，你活不过几秒钟。不是因为热，虽然确实非常热，不是因为缺氧，虽然缺氧也足以致命，而是因为那整个环境对任何我们所理解的生命形式都充满了彻头彻尾的敌意。天空是浑浊的橙棕色，厚厚的二氧化碳、甲烷氨气和水蒸气把阳光变得怪异而刺眼。强烈的紫外线没有任何阻挡的直射地表，雷暴的频率和烈度让现代的雷雨看起来像打火机打出的一点小火花。火山随处可见，地壳下的放射性元素衰变速率是今天的3-4倍，从星球内部源源不断地往外送热量。那是一个能量过剩的、狂暴的、充满了各种化学可能性的世界，而偏偏就是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开始了。说到这里，我们得停下来说一件事。在那场持续不断的小行星和彗星轰炸里，有一件事情正在悄悄发生，而科学界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那些砸向早期地球的天体，并不全是光秃秃的岩石块，其中很多是碳质球粒陨石，一种富含有机化合物的陨石。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一座座在宇宙里飞行的化学实验室。1969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莫奇森镇，一块陨石坠落了。科学家拿到样品之后，发现了超过70种不同的氨基酸，远远多于地球生命使用的20种，其中很多种类和你身体里蛋白质的成分一模一样。这些氨基酸在地球还没有诞生的数亿年前，就已经在早期太阳系寒冷的星际空间里，通过纯粹的化学反应自发形成了。它们随着陨石来到地球，像一份来自宇宙深处的遗产，静静等待着被使用。2014年，欧洲空间局把罗塞塔号探测器送到了67批彗星的表面，那是一块直径约4公里的冰岩混合体，正以每小时数万公里的速度在宇宙里飞奔。在它表面的分子里，科学家找到了甘氨酸，最简单的氨基酸，地球上所有生命蛋白质最基础的组成单位之一。一颗彗星在行星之间的黑暗里，在任何生命都还没有出现的数十亿年前，仅凭化学反应就合成了生命的基石。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构成生命的分子根本不是地球的原创发明，它们是宇宙级别的遗产，是跨越了数十亿年、数万亿公里的时空组装起来的分子工具箱，而把它们送到地球上来的，恰恰是那场看起来只有毁灭意义的轰炸。毁灭与馈赠同时抵达了这颗年轻的星球。那么有了原料之后呢？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这就像拼家具，零件凑齐了，按照说明书拼起来就行。但现实比这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
打个比方，你有一堆木材、一把钉子、几扇窗户，还有够铺满整个屋顶的瓦片，这些是盖房子的材料，没错。但一堆随意堆在院子里的建材不是房子，房子有结构，有内部秩序，有各个部件之间精确的分工与配合。从一堆建材到一座能住人的房子，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而从氨基酸到一个活细胞，中间的鸿沟还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难题从来不是原料从哪里来，而是这些散乱的原料是怎么变成一台能自己运转的分子机器的。一个活细胞，哪怕是我们已知最简单的细菌细胞，也包含了数千种不同的蛋白质，一整套完整的遗传密码，一层能精确控制物质进出的细胞膜，还有一整套精密到顶尖工程师都叹为观止的分子运作系统。它能摄取能量、处理信息、维持自身边界、对外界做出反应，还能以极高的精度复制自己。这是一台机器，但同时也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所有科学家都认可的生命定义。直到今天，你问10个生物学家，可能得到11个答案。NASA 给生命下过一个实用的工作定义，能够进行达尔文进化的自我维持化学系统，但它也有漏洞。骡子不能繁殖，那骡子不算生命吗？病毒离开宿主就无法自我维持，那病毒算活着吗？一粒种子休眠了1000年，代谢全部停止，后来发芽了，那它休眠的这1000年里算死的吗？这些不是在抬杠，这些是真实存在的悖论。他们揭示了一件重要的事：生命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过程。从不能自我复制的化学物质到能自我复制的系统，这一步没有清晰的界限，就像一条河，你没法指出它从哪里确切的开始。说到这里，我们得停下来重新看一眼这个问题的全貌。1952年，芝加哥大学23岁的研究生斯坦利·米勒和他的导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一起设计了一个实验。装置非常简单，可以放在一张实验台上，一个密封的玻璃系统，一部分装着水，模拟早期海洋，另一部分充入甲烷、氨气、氢气和水蒸气，模拟他们认为的早期地球大气。然后通过电极在气体里释放电火花，模拟远古的闪电。接下来他们让这套装置自己跑，1周后，装置里的水变成了深褐色。米勒对液体进行分析，发现里面生成了好几种氨基酸，包括甘氨酸和丙氨酸，都是地球生命体里最常见的氨基酸。据说看到结果的那一刻，米勒在实验室里站了很久，说不出话。他用气体、水和电火花从零开始造出了生命的原料，用的全是早期地球上随处可见的东西。他的导师尤里是个不轻易动情的人，私下却告诉同事，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他们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只有2页，但或许是整个化学史上分量最重的2页纸。米勒尤里实验之后，一连串惊人的发现接踵而至。1960年，西班牙裔美国化学家胡安·奥罗把实验又往前推了一步，他把氢化氢和氨溶解在水里，这2种物质在早期地球上都非常丰富，然后温和的加热溶液。结果他得到的不是简单的氨基酸，而是腺嘌呤 DNA 和 RNA 里4种遗传碱基之一。可以这样理解，生命的遗传信息是用4个字母写成的。奥罗在一个玻璃瓶里，从最简单的原料出发，拼出了其中一个字母。这个发现在当时引发的震撼，远远超出了实验室的围墙。那是上世纪50、60年代，冷战正酣，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文明。而在芝加哥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告诉世界，生命不需要奇迹，生命就是化学，是普通的化学，是只要条件足够，时间够长就一定会发生的化学。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这很正常。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地质证据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早期地球大气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很多研究者认为，早期大气的主要成分可能是二氧化碳和氮气，而不是甲烷和氨气。这种气体组合在电火花下的反应活性要低得多，没那么容易产生氨基酸。也就是说，米勒当年模拟的那个大气环境可能和真实的早期地球有些出入。但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这根本不重要，因为从1953年到今天，化学家们发现氨基酸可以在非常多的条件下自发形成，在深海热液喷口里，在矿物表面，在冰层里，在紫外线的照射下，甚至在模拟陨石撞击的高温高压环境里。米勒演示的那条具体路径
可能不是大自然真正选择的路，但它的实验确立的核心原则从未被推翻。相反，越来越精密的实验一次次印证了同一个结论：生命的基石能够从简单的化学反应里自发组装出来。这场探索后来走向了一个更深、更黑暗，也更令人震撼的地方。本世纪初，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杰里米·英格兰从一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套理论，把整个问题的方向彻底颠覆了。它的起点是统计物理学里一个叫做涨落定理的基本原理，简单说就是一个持续受到外部能量驱动的系统，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演化出更擅长吸收和耗散能量的结构。这不是系统有什么目的，不是它在刻意进化，而是因为能更高效耗散能量的结构，在热力学上更稳定，也更能长久存在。把这个原理放到早期地球上，一堆受阳光照射的有机分子会随机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子结构，大多数都毫无特别之处，但偶尔概率极低的会出现一种结构，它比周围的分子更擅长吸收能量，驱动化学反应。这种结构在热力学上有优势，它存在得更久。如果它还能催化周围的原料，复制出和自己相似的结构，哪怕这种复制非常粗糙，它就不只能存在，还能变多。英格兰的理论说，从不能自我复制的化学物质到能自我复制的化学系统，这一步不是奇迹，也不是统计学上的奇异小概率，只要条件合适，时间足够，物理学本身就会走到这一步。生命是物质在能量里浸泡了足够久之后，自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这个观点当然引来了争议，很激烈的那种。有些物理学家认为，英格兰的计算虽然优雅，但还没有做出足够具体、可以被实验直接验证的预测。也有生物学家担心，这会把生命的复杂性简化成一句热力学的同义反复。这场争论到今天还没结束，远没有。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问题的方向整个扭转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生命起源默认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的问题，大家都在想怎么把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步骤勉强算得合理一点。而英格兰还有碱性热泉假说等一系列新型理论把问题反过来了。在这样的物理条件下，生命怎么可能不出现？他们不再把生命当成一个需要解释的幸运意外，而是当成一个需要被理解的、可预测的必然结果。这个转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球生命起源这一个问题。因为如果生命真的是热力学上的必然，如果只要有持续的能量梯度、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化学多样性，物质就会走向生命，那生命在宇宙里就大概率一点都不稀有。早期地球的那些条件从来不是地球独有的。液态水在火星上曾经存在过，在木卫二欧罗巴的冰壳之下几乎可以确定还存在，在土卫二恩克拉多斯的地下海洋里也存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每年新发现的几十颗系外行星里，很多都有液态水的条件。化学梯度、温度梯度、辐射梯度，这些都是行星环境里最普通的特征。如果英格兰是对的，哪怕只对了一部分，那银河系就不是一片只有一点生命星火偶尔点缀的死寂虚空，它是一座花园，一座大到我们看不到边界的花园，不需要园丁，不需要任何刻意的安排，只要满足热力学条件，生命就会自然萌发。不过，诚实的科学家会告诉你，我们目前只有一个数据点，只有地球这一颗星球，我们确认上面诞生了生命。仅凭这一个点，我们无法判断生命在宇宙里是普遍的还是罕见的，这是真实的情况，不能绕开。但今晚我们聊到的这些化学发现，莫奇森陨石上的氨基酸，罗塞塔号在彗星上找到的甘氨酸，米勒尤里实验里从简单气体中诞生的有机分子，奥罗在玻璃瓶里拼出的遗传字母，再加上英格兰的热力学框架，这些证据在越来越强烈地暗示同一件事：生命诞生的门槛比我们曾经以为的要低得多。从化学到生物学的这条路虽然漫长曲折，很多细节我们还没摸清，但它绝不是一条需要奇迹才能走完的路。它只需要宇宙里最不缺的几样东西：物质、能量、时间，还有在数十亿年里默默发挥作用的热力学铁律。这或许就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不是说我们已经搞懂了自己从哪里来，我们还没有，还远远没有，而是我们开始慢慢明白，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它不是一颗被特别选中的星球为了某个目的而诞生生命的故事，也不是宇宙在某个深夜刻意降下了某种恩赐，它是一个关于宇宙本身的故事。这个宇宙足够大，足够古老，足够充满各种化学反应的条件，于是生命就从中自然地涌现了出来。就像琴弦震动就会发出声音，不是因为谁刻意安排，恰恰是因为物理定律本身。只要时间够长，复杂度够高，这就是必然。带着这个理解，我们此刻可以稍微停下来，让这个尺度在脑海里沉一沉。你体内的碳元素是在濒死恒星的核心里锻造出来的，
你 DNA 里的氢原子在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存在了。它们经过了将近100亿年的漂流和重组，经过了超新星的爆炸，经过了太阳系的形成，经过了地球的诞生和那场几乎毁灭它的撞击，经过了那数十亿次在温暖海水里发生的化学反应，最终在某个没有任何目击者的时刻，变成了第一个能够复制自己的分子，然后一步一步，一代一代，变成了此刻躺着听这段话的你。下一集我们会离开地球表面，离开闪电，离开紫外线，离开那些温暖的海岸池塘，潜入2000多米深的漆黑海底，去看那些喷涌着滚烫矿液的热泉烟囱，去探访一个叫做失落之城的地方，去解开 RNA 世界的谜题，去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细胞是如何在最深的黑暗里诞生的。那里有一些至今仍没有答案的问题，也有一些已经让所有听过它的人都久久无法平静的发现。我们下次继续，现在先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吧。你不需要想任何事情，也不需要记住今晚说过的任何一个数字，让呼吸慢下来，再慢一点。那些构成你身体的原子已经在宇宙里旅行了将近100亿年，今晚它们陪着你，慢慢地沉入安稳的睡眠。